很多人问我，查理，如果你能看见未来30年，你会告诉年轻人什么？听听这个问题。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几乎是病态的渴望，渴望捷径，渴望预知，渴望不劳而获。这让我想到那些在赛马场上盯着马屁股看半天，试图从马尾巴摆动的频率里算出胜率的赌徒。我的答案从来不是预测，我不预测谁是下一个特斯拉，也不预测谁是下一个苹果。那不是投资，那是算命。而华尔街挤满了算命先生，你知道为什么我看不起他们吗？因为他们贩卖的是焦虑，利用的是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我认识的绝大多数所谓的聪明人，那些拥有常青藤学位、智商高达150的家伙，终其一生都在与变化搏斗。他们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鲨鱼，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疯狂游动，试图抓住下一个风口。结果呢，大多数时候他们不仅没抓到鱼，反而被风暴卷到了沙滩上，晒成了咸鱼。我和沃伦，我们在你们眼里可能像2个迟钝的老头，我们走的是一条更简单，或许也更愚蠢的路。我们不关心明年会流行什么颜色的裙子，也不关心美联储下个月加息还是降息，那是噪音。我们寻找的是那些不需要改变的生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其存在本身就与人性深处最顽固的欲望和需求深度绑定的生意。如果你想在未来30年活得从容，你必须学会反向思考。别问我未来什么会发生变化，要问未来什么不会发生变化。我这把年纪了，半个身子都埋在土里了。我不看那些粉饰太平的季度报表，我看的是历史的轨迹和人性的密码。因为人性是这世界上唯一几千年都没变过的东西。为了让你们真正理解什么是结构性优势，我要带你们回到过去。我14岁那年，在奥马哈的巴菲特家族杂货店打工，那是大萧条后的时代，每一分钱都带着汗水的咸味。在那家杂货店对面，有一家深受社区喜爱的书店，老板是米勒先生。米勒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绅士，满腹经纶。如果你进去和他聊天，他能从莎士比亚谈到托尔斯泰。他的书店里堆满了冷门的小说、深奥的诗集和厚重的历史典籍。他痛恨那些只卖畅销书的连锁店，认为他们毫无灵魂，是对知识的亵渎。听起来很美好，对吧？充满了情怀。但在我眼里，我看到的只有危险。那时候我刚被欧雷斯特·巴菲特·沃伦的祖父用残酷的现实教训过。我在店里干活，每天看着进进出出的每一分钱，我初步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护城河的生意就是在裸奔。有一天，一个穿着时髦、看起来像是城里来的年轻商人走进我们的杂货店，他买了一瓶水，然后很客气地指着对面的书店问欧雷斯特：“老先生，打扰一下，那家书店怎么样？我想买几本最新的商业管理书。”欧雷斯特头也没抬，用他那一贯冷峻，仿佛法官判案般的语气说：“你要买那种书，别浪费时间了，去城东新开的那个购物中心吧，那里有家大书城，你要什么类别的都有，灯光亮堂，还有咖啡喝，关键是常年打8折。”年轻人道了谢，毫不犹豫地转身，开着车绝尘而去。我站在窗前，看着他那辆崭新汽车的红色尾灯消失在街角，再回头看看对面书店里，昏黄的灯光下，米勒先生正戴着老花镜，小心翼翼地整理着一排没人会买的诗集。那一刻，我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我看到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屠杀。米勒先生输给的
不是另一个比他更懂书、更热爱文化的老板，他输给的是一个更高效、更强大、成本更低，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进行竞争的商业系统。那个大书城拥有巨大的采购规模带来的低成本，拥有购物中心带来的人流，拥有高效的物流系统。在这样冰冷的追求极致效率的数学法则面前，米勒先生的热爱与情怀就像是用鸡蛋去撞击石头，脆弱的不堪一击。果然，不到1年，那家曾经充满书香和米勒先生梦想的书店关门大吉了。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家嘈杂的印刷厂里，他做着枯燥的校对工作，眼神里的光芒和他书店里那些最终被当作废纸处理的蒙尘书籍一样，彻底暗淡了下去。这个故事教会我的远不只是不要轻易开书店这么简单，它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塑造了我一生的投资哲学。要去寻找并投资那些能够构建起强大系统的行业，那些拥有结构性优势，使得竞争对手如同赤手空拳攻击一座坚固堡垒一样的行业。基于这样的原则，经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认为未来30年有5个行业的大门将比今天开得更加宽阔，它们的护城河将随着时间流逝被冲刷得越来越深。第一个，我认为在未来30年将变得无比重要，甚至会成为社会运转基石的行业，是数字时代的保险与信任基石——网络安全。现在，请把你们脑子里那些关于杀毒软件、防火墙的刻板印象扔掉。如果你以为网络安全就是卖几个软件盒子，那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外行。让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关于一个叫艾伦的年轻人的故事。大概在2010年前后，艾伦从一所顶尖的理工学院毕业。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所有的年轻人都像发了情的公牛一样，冲向那些开发社交软件、手机应用或者各种平台的初创公司。当时艾伦的同学们都像闻到花香的蜜蜂一样蜂拥至那些公司。那些公司时髦光鲜，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享受着估值飙升的快感，仿佛明天就能改变世界。但是艾伦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他加入了一家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网络安全公司。你们能想象他当时面临的压力吗？他的同学们毫不留情地嘲笑他，说他去的公司干的都是脏活累活，是数字世界里灰头土脸的看门狗。他们说，艾伦，你那工作枯燥无味，毫无想象力可言，你在浪费你的天赋。坦白说，艾伦当时的起薪也确实比他的同学们低一大截。如果按照华尔街那种短视的衡量标准，艾伦是个失败者。但艾伦有着超越年龄的沉稳，他没有被外界的喧嚣干扰，只是默默地日复一日地沉浸在病毒库、防火墙规则、加密协议和漏洞攻防的世界里。他像个苦行僧一样，在代码的深渊里修炼。10年弹指一挥间，到了2020年左右，当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社交 APP 大多已经倒闭或者被收购，那些同学不得不重新找工作的时候，我再次听到了关于艾伦的消息。他已经是那家如今已声名显赫的网络安全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并且持有大量价值不菲的期权。他住在硅谷一个并不张扬但十分舒适安全的社区里，开着一辆普通的电动车，生活低调而充实。我们通过一次很长的电话，他在电话那头语气平静地对我说了一句让我茅塞顿开的话：芒格先生，我现在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我当年选择的不仅仅是一个有前景的行业，
我选择的其实是数字时代的福存金。这小子真是个天才，这话说到了点子上。什么是福存金？在伯克希尔的保险业务里，福存金是人们为了规避未来的风险，提前交给我们的钱。我们在赔付发生之前，可以免费使用这些钱，这是我们财富的源泉。而在数字世界里，这种逻辑被完美地复刻了。企业、政府乃至我们每一个独立的个人，都把最宝贵的东西，我们的核心数据，我们的财务信息，我们的个人隐私，我们商业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托付给了一个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数字空间。而网络安全公司就是这种数字信任最关键的守护者。客户提前支付费用，购买他们的软件、硬件和服务，不是为了解决已经发生的问题，而是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甚至不知道何时会来的数字事故。这是一笔针对不确定性的投资。以前99%的投资者和观察家都理解错了，他们以为这只是个卖产品的生意，大错特错。真正卓越的网络安全公司，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和维护数字信任这个底层需求。为什么我看好这个行业？用我的误判心理学来分析，这简直是完美的商业模式。刚性需求，只要人类社会还在不可逆转的数字化，只要数字世界里还存在价值，只要还有恶意的行为者在觊觎这些价值，这个需求就永远不会消失，而且它会随着数字世界的扩张而呈指数级增长。损失厌恶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对损失的痛苦远大于获得的快乐。为了防止失去所有数据，企业愿意支付高昂的费用。这不再是如果会被攻击的问题，而是何时会被攻击的问题。极高的替换成本，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制造商可以因为价格便宜5%，就轻易更换它的螺丝钉供应商，但一个大型银行或政府机构绝不可能因为便宜一点就轻易替换掉已经深度嵌入其所有核心业务流程的网络安全提供商，因为一旦替换过程中出现漏洞，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这就是一条又宽又深的护城河。展望未来30年，当你的智能汽车、你家的冰箱，甚至你身体里植入的医疗设备都连上了网，它们都成了潜在的攻击节点。到那时，网络安全行业的护城河只会变得更深更宽，宽到让任何潜在的挑战者都望而生畏。第二个，我认为将历久弥新的行业是体验型与价值观型品牌，或者说是情感连结的价值洼地。1972年，我和沃伦收购喜事糖果时，那是我们投资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前，我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忠实信徒，只买便宜货，但喜事糖果教给了我关于品牌的一课。我们支付了远超其账面价值的价格。为什么？不是因为它的工厂有多现代化，也不是因为它的机器有多先进，而是因为它在一个特定区域、特定消费场景下的消费者心智中，牢牢地占据了一个关于节日关爱、品质和仪式感的位置。想一想，一个年轻男子绝不会在情人节那天递给他的女友一盒没有牌子、包装廉价的巧克力，哪怕那巧克力味道一样好，他也不敢送，因为那会被解读为我不够爱你，我不重视你。同样，你不会在庆祝金婚纪念日的时候带你的妻子去一家路边的快餐店凑合一顿。这背后是人性对确定性、对品质承诺、对情感表达的深层需求。喜事糖果卖的不是卡路里，它卖的是这种社会认可和情感保险。但今天我想谈一个更具时代特征、
更适应未来的例子。品牌的逻辑正在进化。我认识一位极富才华的设计师，叫索菲亚。在2010年代初，他从著名设计学院毕业。当时主流的运动品牌都在争抢篮球、足球等大众市场的超级明星代言，在电视广告上拼得你死我活，营销费用高得吓人。索菲亚的同学们大多去了那些大公司，他们觉得这才是正道，大公司、大平台、大预算。然而索菲亚却加入了一家当时规模还很小、专注于户外运动的品牌，我们姑且称之为巅峰。这家公司非常聚焦，只服务于那些狂热的登山爱好者、越野跑者和荒野探险家。他的同学们嘲笑他，觉得巅峰太小众、太极客、太硬核，市场天花板一眼就能看到头。但是索菲亚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他告诉我，芒格先生，我在这里参与的不仅仅是设计一双更防滑的登山鞋，我是在共同塑造一整套关于挑战自我、探索未知、敬畏自然的故事和生活方式体验。这家公司怎么做的？他不请好莱坞明星，他组织会员去攀登真正的山峰，他赞助那些默默无闻但毅力惊人的探险家。他的实体店不像商店，更像是一个户外爱好者的俱乐部和装备博物馆。结果呢，去年见到索菲亚时，他已经是设计总监了。他告诉我，那些当年去了大公司的同学，现在日子很难过。大众消费品市场的竞争变成了痛苦的肉搏战，利润率被压得极低，还在不断裁员。而巅峰呢，尽管规模不如巨头，但利润丰厚，增长稳健，用户忠诚度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个资深的巅峰用户会像展示勋章一样，向朋友们展示他那双已经布满划痕、鞋底几乎磨平的登山鞋。这双鞋承载着他的经历和他的身份认同，这就是未来品牌的进化方向。从喜诗糖果提供的品质承诺，进化到了巅峰所提供的情感连接与身份象征非。品牌的本质从一种降低消费者决策成本的信息优势，进化成了一种能够与消费者产生深度共鸣的情感优势和价值观优势。当消费者购买一个品牌，主要驱动力不再是它的物理功能，而是它所带来的情感满足、社群归属感和价值认同感时，这个品牌就拥有了这个时代最深厚、最难以逾越的护城河之一。展望未来30年，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会越来越愿意，也越来越有能力为体验、为情感、为意义、为价值观认同而付费。所以听我的建议，你投资的将不再是一个生产产品的工厂，你投资的是一个能够持续产生情感连接、构建社群文化、输出价值观的梦想机器。这种生意就像一坛陈年老酒，时间越久，其味道就越醇厚，价值就越高。只有傻瓜才会去投资那些完全同质化、只能靠打折生存的普通商品。第三个，我认为其重要性将与日俱增，成为未来30年经济骨架的行业，是数字基础设施。在伯克希尔，我和沃伦对 BNSF 铁路公司情有独钟。我们在2010年斥巨资收购了它。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喜欢火车那种哐当哐当的声音，而是因为它构成了物理世界货物运输的大动脉。它是连接港口、工厂和城市的血管，它是不可替代的。而今天，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一条同样重要，甚至生长速度更惊人的数字铁路正在铺设。那就是由云计算、超大型数据中心、高速光纤网络构成的数字基础设施。让我问你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你会为了让你手机上的视频会议更流畅，就在自家后院建一个数据中心吗？你会为了存几张照片，就去买一台服务器，并聘请一个团队来维护它吗？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这就像在100年前，没有任何一家理智的公司会为了给办公室照明而去自己建造一座发电厂一样。计算能力最终会像电力一样，成为一种可以按需取用、按使用量付费的公共事业。这就是未来的必然性。我有位老朋友的儿子叫马克，早在2005年，当云计算这个词还只存在于极客的论坛里时，马克就加入了一家当时规模很小的初创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了全球云服务领域的巨头。当时马克身边的资深工程师都在嘲笑他，那些老顽固认为把企业的核心数据放在别人的电脑上，这是疯了，这是不负责任。数据必须锁在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机房里才安全。看，这就是典型的禀赋效应和现状偏见。他们因为拥有旧的服务器，就高估了旧模式的价值，而对新趋势视而不见。但马克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他告诉我，芒格先生，我们当时做的本质上不是在推销服务器租赁，我们是在规划和建设数字时代的洲际高速公路系统。我们预见到，任何想在数字新大陆上经商的公司，最终都不得不将其车辆驶上我们修建的这条高速路。时间证明，马克是对的。那些老顽固不仅错了，而且错得离谱。因为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资本投入，还需要极高的技术维护成本。而云服务提供商通过极致的规模效应，把成本降到了单体企业无法想象的低度。这个行业的护城河深得让人嫉妒。极致的规模效应，巨头批量采购芯片、硬盘、电力的成本远低于后来者。你想挑战它，先把你的钱包掏空再说。强大的网络效应，越多的软件开发者在平台上开发应用，应用就越丰富，用户就越多，反过来又吸引更多开发者。这是一个赢家通吃的正向循环。极高的替换成本，这是最关键的。一家大型企业一旦将其核心业务系统迁移到某个云平台之上，再想迁移出来的成本、风险和对业务造成的潜在中断，是任何 CEO 都需要极度审慎评估的。这就是新时代的 BNSF 铁路。未来30年，无论你们炒作什么高级人工智能、沉浸式虚拟现实，还是万物互联，所有这些绚烂的数字之花，都必须扎根在这些数字基础设施的土壤之上。拥有这些数字世界收费站的公司，就会像过去拥有铁路和电网的公司一样，持续稳定地获得回报。时间是他们最忠实的朋友。第4个行业，其需求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急剧膨胀，那就是精准医疗与健康长寿产业。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对健康的渴望，对延长高质量生命的追求，是刻在我们生物基因最深处的代码，这是永恒不变的驱动力。但我说的不是那种传统的像买彩票一样的制药巨头模式，那种模式太依赖运气，且时刻面临专利悬崖。我看好的是一个更系统性的基于大数据和生物技术的生态系统，它的目标不是治病，而主动管理健康。来看看陈博士的故事。21世纪初，陈博士投身于基因测序研究，那时候全社会的目光都盯着刚刚复苏的互联网公司，几乎没有人有耐心去理解他那些复杂的基因图谱和蛋白质模型。起初，他
他的公司只能给少数富人提供昂贵的基因检测，看起来就像是一种高端的科学算命。但随着技术进步，成本呈指数级下降，甚至超过了摩尔定律，陈博士迎来了转机。他的公司不再只给一份冷冰冰的报告，而是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上个月，陈博士来看我，他满头白发，但眼神发亮。他说：“芒格先生，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范式革命，我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反应的治疗模式转向主动的前瞻性的管理模式。这不再关于生病后吃什么药，而是关于如何利用你的生物信息，让你尽量不生病。这种生意拥有极其深厚的护城河，它需要跨学科的顶尖人才，需要长期积累的专有生物数据库，还需要跨越极高的监管壁垒。这绝不是那种靠一两个爆款 APP 就能颠覆的行业。展望未来30年，有2个确定性极高的趋势在推动这个行业狂奔：全球人口老龄化，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数学事实。老人越来越多，而在健康上花的钱是年轻人的数倍。中产阶级的支付意愿随着经济水平提升，富裕起来的人们对生命质量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他们愿意为了多活几年，为了活得更健康而付出一切。这个行业直接面对的是人类最古老、最强大、最顽固的敌人——衰老本身。只要这个敌人一天没有被彻底征服，这个行业的价值就会持续增长。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是全球化供应链的核心节点企业——现代版的港口与运河管理者。过去几年，疫情、地缘政治摩擦、贸易战这些混乱让很多人高喊全球化已死。只有单向思维的傻瓜才会这么想。全球化可能会改变形式，从超级全球化变成慢全球化或区域化，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分工协作绝不会消失。相反，它会变得更加复杂、多变。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谁能提供确定性，谁就是王者。我有一位老朋友的女婿大卫，在一家我们称为环球链通的公司当高管。这家公司不一定拥有最多的船，但它拥有最智能的物流网络和算法。2008年金融危机时，全球贸易萎缩，环球链通的股价暴跌70%，大家都觉得它完了。但大卫在那时对我说：“芒格先生，越是混乱，我们的客户就越需要依赖一个经验丰富、网络健全的伙伴。我们在危机中提供的不是运输，是生存方案。”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后来苏伊士运河堵塞时，正是这种公司第一时间计算出替代航线，帮客户抢到了救命的舱位。这种在极端压力下保障供应链不断裂的能力，在太平年月是锦上添花，但在黑天鹅频发的今天，这就是雪中送炭，是无价之宝。这家公司的护城河在于网络效应，用户越多，数据越丰富，优化能力越强。数据优势，几十年的全球贸易数据积累，让他比任何人都懂港口效率和关税政策。信任，在危机中被验证过的可靠性，是品牌最坚实的资产。拥有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和数据的公司，就像同时拥有了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交汇处的黄金码头。我今年已经非常老了，我目睹了将近1个世纪的经济变迁、技术浪潮和无数企业的兴衰荣辱。如果问我从这5个行业的审视中能提炼出哪些亘古不变的原则，依然是那5个古老的智慧，只是穿上了新时代的外衣。结构性优势永远胜过短暂的账面利润，
护城河不是你今年赚了多少钱，而是你的竞争对手要想抢走你的生意有多难。需求的刚性永远胜过追逐市场风口，把资本投入到那些满足人类最基本、最持久需求、安全、健康、情感、流通的行业中去。简单与可预测性永远胜过复杂与性感。那些被包装得过于复杂，需要无数假设才能成立的商业模式，往往死得最快。时间是伟大企业的朋友，也是平庸企业的照妖镜。找到好行业、好公司，然后最关键的一步是坐下来什么都别做，等待复利发挥作用。最终的护城河是深植于内心的理性与诚实，这一点最重要。对自己诚实，知道自己的能力圈在哪里；对世界理性，不被狂热和恐慌裹挟。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全部。未来30年，这个世界一定会继续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变化，会出现更多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新鲜事物。但是请相信我，人性的底层代码不会改变，一个真正优秀生意的底层逻辑也不会改变。不要试图去预测风向，那是傻瓜的游戏。去寻找那些在风暴中依然屹立不倒的灯塔。愿你拥有足够的智慧去发现这些拥有宽阔护城河的生意，更愿你拥有超凡的耐心和定力，去陪伴他们成长10年、20年乃至30年。当时间的玫瑰最终悄然绽放，散发出馥郁香气之时，你会发现真正的坚实财富和心灵自由，其源泉正在于此。愿你理智长存，心安常在。